我拥有着两具身体，但它们之间却相隔1万光年。第一具身体虽然在现实世界中是个苦逼996，可第二具身体在修仙界却是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死亡代购。因为它不但能够无限复活，而且只要死亡，就可以将修仙世界的物品传送回现实世界。我本想靠着这个能力干一票大的，可没想到第一次穿越，自己就被正在沐浴的仙子当成流氓，一剑刺死。看着脚边倒在地上的凡人，柳寒烟脸上的羞愤之色仍在。下一秒，虚空中有漩涡浮现，一个人影从中走出。他抬指一点，我的尸体刹那化作尘埃崩溃而去。来人正是仙子的师尊，他眉头微蹙，哼，血肉凡胎，居然能无声无息进入你的房间，此事不容小觑。另一边，我猛地惊醒。宿主回归完毕，本次收益未知大陆灵气7口。通过系统介绍，我这另一副身体每日可以穿越10次未知世界，每次死亡穿越时可随机抽取一种天赋，而存活1小时，可保留穿越时抽取的天赋。就在我准备来一发穿越时，又一道声音响起：百倍背包激活成功，任意非活物品放入背包，可进行百倍复制。这可真是好事成双啊！当即我把手边方便面丢了进去，果然方便面数量从1变成了100，打铁得趁热。我直接选择再次穿越。这次穿越，我获得天赋睚眦必报蓝，在报仇途中修炼效率提高10%，遇到机缘概率提高10%。随即，我的另一个身体身上就多了一个 buff。这次穿越，我出现的地方是一片野地，看来每次穿越的地点都是随机的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发出警报：你已被一个禁忌存在锁定。这气息是那个凡人肉身湮灭，居然还活着，不到半个时辰便远遁1万里之外，哼，有点意思。距离对方抵达还剩49分59秒。这回我人彻底懵了，不过倒也不是完全没办法。这49分钟内，我得先将收益拉满。玄幻世界里的花花草草应该也很有药用价值。说干就干，我直接开始拔草。除了草、石头和泥巴，我也没放过。转眼，距离对方抵达时间只剩下7分钟。见所剩时间不多，我才停下。我原地生火，从背包里掏出一包方便面，准备煮了吃。也就在这时，一道空灵之声落在耳边：嚯，哈哈，阁下好生惬意。随即我便眼前一黑，当场失去意识。这次我连他的声音都没扛住。本次收益：杂草123，泥土99，碎石100，未知大陆灵气731口，天赋未保留。我打开百倍背包，背包里安静躺着数以万计的杂草。我随手从背包里取出一株杂草，毫不犹豫一口咬了上去，顿时一股清凉感席卷全身，尤其是脑子，瞬间清醒了不少。果然有用。今天还有8次机会，二话不说，我选择让另一具身体再次穿越。天赋抽取重瞳蓝。这次我抽到的天赋是重瞳，机缘加100%，悟性加50%，被动技能机缘半生诸果。我降临之地会生长一棵成熟半生诸果。我再次出现在野外，发现在旁边一株不知名小树上有一颗果实，我一个箭步当场摘下。这时系统再次提示：你被未知存在跟进，距离对方抵达时间剩余9秒。演都不演了是吧？9秒就到。眼下重瞳这个天赋，我不想失去。还剩7秒，我急中生智，从地上捡了根小细棍，对准自己耳朵就扎了下去。就在刚动手时，一股窒息降临，面前凭空出现一个漩涡。重瞳，怪哉，气息一样，根骨却不同。然后我当场眼前一黑，这次这名存在将我带回到宗门，随即他唤醒了一尊古人形石像。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石像顺着他的视线，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我。居然是重瞳，这等天资堪比我等，此子怪哉，因果未明。我欲踏入长河，找寻它根源，需你定其现在身，护其不灭。清玄说完，抬手一指，刹那我所躺着的冰冷地面猛然变成一汪大河，竟然是时间长河。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来自何处！一张口吐出一缕气息，落入我体内，我的身体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却震惊地发现，在时间长河的冲刷下，我的过去身、未来身仿佛不存在般，从未出现。时间长河里，哪怕是先帝也有过去身。清玄念头一动，提着我开始步入时间长河更深处。我身体又开始变化，但是变化出现后，亦彻底懵了。怪哉，其过去身就一时。
不可能！就在他准备捞出我行走去更深处时，一个浪花卷起，伴着一截剑霞。剑霞只是露出一角，我的身体便随着浪花崩裂而去。时间长河之上，一尊模糊人影浮现。两位，前方既人，后事止步。出租屋，我大口喘气。宿主本次收益诸果1颗，未知大陆灵气30口。本次天赋重头已继承。随着天赋加成，我发现自己感知变强了。打开背包，看着里面躺着的100颗诸果，心情瞬间好了不少。这东西应该得辅助功法，才能最大化发挥价值。眼下找功法才是正事。随即念头一动，我当即再次复活身体，进入玄幻世界。这次我抽中的天赋顺手牵羊来，可以顺手拾取10米以内的物品，顺手成功，修炼效率加10%，机缘加10%。这次我出现在一条铺着灰石板的老街上，两边是木质鼓楼，不少小贩吆喝着，街上人来人往。我转头进入热闹长街，在拐角迎面撞上一人，那人一句话没说，急匆匆赶路走了。我也没在意，准备先找个酒楼打听一下哪里有功法。低头我猛然发现手里又多了一件物品。嚯，落羽剑法竟然是秘籍！检测到落羽剑法，是否学习？这还用想？我当即点击学习，百倍背包触发。接下来就是无聊且充实的加点时间，这也让我的落羽剑法连续突破，一路突破到超然境界。此时超然升级至下一等级，需要的经验是64000点。突破到超然后，我发现街道上每一个人都破绽百出。除此之外，我的体质也被改造，对自身的掌控我可以细致化到每一个细胞，由此爆发的力量可以说翻了100倍不止。我漫无目的的走到一个僻静地方，祈求声入耳。吃的我都给你们了，真没了。我听这里面有3处呼吸起伏，推开门就看到一不大的孩子双手被人擒住。哪个不长眼的来多管闲事？一个文弱书生也敢坏老子的事儿，不怕惹祸上身？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顺手拿起插在一旁的大刀，一步跨向我。正愁没地方试试新练的剑法呢。我手持枯木，拳作清风。我身前的壮汉瞪大了眼，还没反应过来。当脖颈处传来痛感时，他不可置信，之后便倒了下去。老大，把手里的女孩丢到一边，扑到壮汉身边。我手中朽木再次出击，小弟紧随其后。小姑娘，没事了，他们不会再伤害你了。小女孩很害怕，但还是很坚强的从地上爬起来。公子，谢谢。我打开背包，拿出10几包方便面丢到给她面前。这些都是好吃的，拿水泡泡就成。说完，我踏入雨中，背影逐渐模糊。1个小时很快过去，路边茶馆。那未知存在怎么这么久都没来？从未缺席的他突然缺席了，有点怪怪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好事。听说了没？3天后，各大名门正派要一起去围剿魔门了。魔门可是有一位先天高手坐镇呢，这不是送死吗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武当那位突破先天了。玄幻世界这么接地气的吗？很快，另一个信息引起我的注意。青山派正在招收弟子呢，随手练练落羽剑法，都能让我脱胎换骨。要是能学正统门派的功法，那还不得原地飞升？确认青山派招收地点后，我当即大步赶去。到了地方，我傻了，前方没有一个人排队，整个弟子招收处异常荒凉。不过我还是报了名。既然是门派收徒，肯定年纪越小越好。思索后，我在年龄处写上8岁。等等，你8岁？对，我从山里打猎，吃得好，长得壮了点。手伸出来，古灵骗不了人。古灵1岁，看着比我还老。古灵才1岁，这才是让他真正怀疑人生的地方。我很快跟着男人来到一处山脚下，此地便是青山派。想正式加入青山派，看到后面那条千层梯没有？爬上去才算。后面的路只能靠你们自己。我在尽头等你们。说完，这人一跃而起，几下就飞没影了。几个小孩眼睛都亮了，立刻开始爬台阶。我调整了下状态，一步跨出，很快就来到半山腰。从这里开始，一边是悬崖，一边是峭壁，一个不慎就会坠入万丈深渊。救命！前面传来若有若无的呼救声，我循声看去，一双小手搭在台阶边缘。我将其救起后，发现是白天的小乞丐。公子，我叫阿野。公子2次恩情，我日后定当还。什么恩不恩的？我摆摆手，没停下脚步。公子，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？孤独求败。等我身形从台阶上显露，一位老者眉头一皱：“这是新招的弟子。那个掌门是
是我收的。你没事吧？这个年纪让其入门，可他年龄确实没超，只有8岁。你这封主当的，算了，给他安排个杂役身份吧。说完，他不再看我，把注意力转到其他孩子身上。行了，去角落领杂役的衣服。我转眼一看，杂役也能领内功心法，欣然接受。杂役可以领的东西有一柄长剑、一本剑法和一本青山心法。我跟着领队来到分配的茅草屋前，告别领队后，第一时间就把青山心法和那本剑法扔进了百倍背包。检测到青山心法，是否学习？学习后，我瞬间明悟这个世界的境界划分。青山心法分6个境界：练皮、练骨、练腹、内息、后天、先天。看着背包里剩下的99本青山心法，我嘴角一勾，开始分解。青山心法分解成功，根据当前修炼效率获得内功经验值。在系统加点后，我境界蹭蹭往上涨，直接突破到了内息境。猛然间，体内涌出一股股热流，冲刷着四肢百骸。到了这个境界，才算是真正的涉足修炼之道。看看剩下的经验，还能再升一级。系统提升的境界无需巩固，每一缕内息都特别扎实。消耗内功经16000点，提升当前境界至后天。那一刻，我则是彻底蜕变，正式迈入高手行列。想起在小镇上听说的正魔大战，其中巅峰人物也才先天，后天已经算中流砥柱了，而我只用了1个小时。第一次进玄幻世界，沐浴女子便手持着一把剑将我刺死。现在我居然都能御剑飞行了。打开面板查看个人信息：姓名小锦鲤，境界后天，天赋重头，顺手牵羊。来，小师弟在吗？从今天起，你负责千层梯的清扫，境界很低，五脏六腑浑浊，显然还未练武。他也没久留，转身便离去。扫千层梯，正合我意。边扫边悟道，再梳理一遍剑法，总没错。3天后，我离开了青山派。这地方除了阿野，也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。又是数日，我来到了青石城。这是我到这个世界以来见过的最大的城，繁华程度让我眼前一亮。城这么大，附近肯定有不少门派，正好可以去看看，能不能突破先天。接下来时间飞逝，我与同入门的孩童也都各自分配任务。第3天，千层梯上浩浩荡荡来了一群人，听着他们状语，便知他们是去参加正魔大战的。这3天你倒是不错。临行前，掌门看见我，点点头。如此年纪，自知修炼不成，能安安心心把千层梯扫得这么干净，也算是个合格的杂役了。人群里有个熟人望了我一眼，他拍了拍腰间的剑，一脸自信。阿野天赋不错，被带出去见世面了。待所有人走后，我继续扫着落叶。什么正魔大战跟我没关系。由于门内的人外出的差不多，我把注意力放在了藏经阁上。哈哈哈，这不得好好充实一波。藏经阁里外功挺多，但内功就2本，一本青山心法，一本七星灵法。七星灵法是绿色功法，拿到这本，我当天就复制修炼。修炼之后，原来的青山心法直接被覆盖，覆盖之后境界没变，但体内的内息当场翻倍。嚯，不愧是绿色功法，强！然后我把剩下的99本七星灵法全部分解。分解完毕，你获得了36000点经验值。来吧，先天之境，消耗内功经验36000点，境界提升至先天。踏入先天，内息化神通，一股气浪从我身上爆发，整个茅草屋瞬间炸开，4分5裂。虽然内功经验所剩无几，但我心神畅快。这一趟穿越，不但没死，还一跃成了先天高手。外功虽然很多，但清一色白色品质。想了想，直接提升落羽剑法最划算。我把落羽剑法从超人直接提升到剑意，刹那间，一股庞大的感悟涌入脑海。而外面凭空下起了一场大雨。此时若有其他先天之人在此，肯定会吓得说不出话。剑意化雨，那可是踏入神话之列的标志。雨停了，外面仍在议论这场怪雨。时间一晃，又是3天。这天，千层梯上飘来一股血腥味儿，一行人互相搀扶着。我看到了为首的掌门，他受伤异常严重，其他人也沉默万分。
人群里的阿野看见我时，惨白的脸上才挤出一点笑。我打听到正魔之战的结果，正道败了。纵使武当有前辈入了先天，还是打不过魔门的大能。这一战，正道元气大伤，而青山门归来只有30人。宗门内白布挂起，掌门回来不出3个时辰，交代完后事就断气了。临死前，他将阿野收为亲传弟子，至于掌门之位，传给了另一个内西境的弟子。整个青山派便只有3位内西境撑着。茅草屋前，我坐在摇椅上，青山派落魄就落魄吧，问题不大。外公我已全习得完毕，只等消化感悟，就换个宗门继续薅羊毛。那时落羽剑法就能突破到剑意了。这时，一位不速之客闯入。阿野，这么晚了，有事吗？他回头看了看，确认没人，才从兜里掏出一本功法《七星灵法》。我深知这是只有亲传弟子才有的功法，绝不可外传。被发现势必会被废除修为，逐出宗门。我望向对方，心里不禁多出一丝暖意。但这功法我已经摸过了。阿野，这本功法是内门亲传的，收回去吧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快回去。阿野闻言落寞地离开。我找了家最大的酒楼，隔壁桌一道谈话声入耳。世道动荡，最近家里有孩子的，还是别往那些大门派索了。离这不远的三流门派青山派，你猜怎么着？一夜之间覆灭了。灭青山派的是龙虎门。说到这里，那人话锋一转，说来也怪，还有件怪事儿。青山派那些内西境的高手，居然为了掩护一个普通人逃跑，甘愿赴死。普通人？不会是阿野吧？说灭就灭，果然实力才是一切。当晚我夜行而出，我所在的城市叫天元城，周围有3个门派。看着地图上的标记，我直奔最近的蓝武门。蓝武门3流门派，门内顶尖高手也就后天境。这等实力自然挡不住前天的我。将守卫打晕后，直接进入藏经阁，打开背包，我将所有功法全都往里丢。天亮才走。第2天就传来江湖快报，蓝武门一夜之间藏经阁被搬空。当代掌门知道后，哭晕了3次。某酒楼里，我美滋滋地清点着战利品。这次收获大了，外功经验42万，内功经验6万。不过想把剑意升到剑道，还需要128万经验。看来今晚上得把剩下2个门派扫荡一遍。龙虎门办事，闲杂人等滚开！龙虎门，我拿起桌上的剑，下了楼。为首的壮汉打开一幅画像，里面画着一个女子。谁？站出来！别找了，是我。你们在镇上四处寻人滋事，还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晃？看样子你们还在找阿姨。壮汉抬头，视线对上我，下一秒他瞳孔一缩，看清了我腰间的佩剑。这文辉是青山派的人，给我拦住他！壮汉目光一冷，体内内息爆发。后天境，真正的江湖顶尖人物。这一拳可以说除了2大先天之外无人可挡，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抹白光。这群人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回神时只能痛苦地捂着脖子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那可是后天高手的全力一击，那青山派的小哥怕是要受重伤了。掌柜的，干嘛去呢？客栈不要了。掌柜身形一顿，回头一看是我在喊他，整个人直接傻了。我丢了2个铜板到他面前，把你地板弄脏了，麻烦自己打扫一下。那么大一个后天高手，就这么晕过去了。一个龙虎门而已，没必要那么害怕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巨响，一队卫兵模样的人撞破木门冲了进来。阁下，此地乃天元城，不管阁下有何仇怨，可否看在城主府的面子上，暂且停手。领头的虽然没看见正主，但方才这里爆发的后天气息不假，这等实力恭敬点总没错。然而没人回答他。那位高深前辈呢？这边掌柜吞咽口水，看了看远处地上如烂泥一般的龙虎门之人，沉默不语。这是那位顶尖高手？怎么可能？这等顶尖高手，平时能见一面就够普通人吹嘘一辈子了，而现在就这么躺在地上，气息微弱难察。离开客栈后，我开始寻找阿野的踪迹，念头一动，当即剑雨发动，每一滴雨所触及之物皆被我感知。很快，我锁定了一个方向，雨中一人被一掌击中，倒飞出去。找到你了。阿野看着龙虎门人狠辣的目光，心有不甘。为了我出动2位后天强者，真是看得起我。他从怀里拿出一面破碎的铜镜，能挨一掌不死，全靠这面镜子。但现在镜子碎了，他也没什么能保命的了。不得不说，你可真能跑。要是给你10年时间成长，说不定还真让你跑了。可惜，
你只能到这里了。眼看就要打中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。原本柔和的雨，突然变得像剑锋一样凌厉。怎么回事？一个眨眼，魁梧之人全身上下被雨刮出无数血痕，但毕竟是后天境，他第一时间爆发内息，撑起一个半透明的罩子，堪堪抵挡住漫天而来的剑雨。雨有古怪，退！可惜他提醒的太晚了，感受同门之人气息消散后，他怒目：晚了，给我出来！躲躲藏藏算什么本事？迎接他的只有越来越急的雨，雨中的锋锐之气又浓3分，他的护体真气犹如泡沫，当场破碎。一瞬，他身体千疮百孔，眼神里带着不可置信，扑通一声倒在雨里。后天蝼蚁而已。眼前的一切转变得太快，阿野脑子一片空白。那2个后天境的无敌之人，就这么莫名其妙消失了。漫天大雨也于同一时刻消散而去。阿野有些畏惧，确认周围没人后，捂着伤口想赶紧离开。刚动身，一道声音就从身后响起：“你准备去哪儿啊？”阿野回头看到是我。独孤公子，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。青山派我不辞而别，让阿野特别难受。我将一缕气息渡入他体内，修复他受损的经脉。先好好睡一觉吧。第二天等他醒来，我已经走了。他心中一阵失落，而我救下阿野后，顺便把剩下的2个门派也打劫了，功法拉满，直接让剑意突破到了剑道之境。剑道的提升，除了自身实力暴涨，还加了10%的悟性。可惜内功经验还是太少。2天后，我来到了少林山脚下。少林2个字，在武侠里可是威名赫赫，尤其是72绝技，这一波肯定比那些小门小派来的爽。少林，江湖一流大派，其内后天高手无数。虽然暂时没有听闻有先天境存在，但传闻少林有超越先天存在的达摩传承。刚上山，后面一个大光头双手合十，紧跟着我也一步一步上山，走了大概25、6步，到了一个大殿前。贫僧自天竺而来，特来论法。好家伙，大光头不是少林的人，是来踢馆的。紧闭的少林寺大门打开，2个行僧一左一右快步出来。2位，少林不论法，还请回吧。大光头仿若2位行僧不存在，提步就往台阶上走。2位请回，不然别怪小僧不客气。大光头看了看摆好架势的2人，这便是最好的论法，请赐教。随即一拳将2个行僧打飞了出去。好胆，敢强闯少林，还有一个凡人，真当我少林无人？我跟那大光头不是一伙的。手持念珠的和尚仿若没听见，他看向受伤的2位守门行僧，打伤我自弟子，今天若不给你们点教训，我少林岂不被天下人笑话？一股气势爆发，直冲大光头和我。大光头不惧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2人打在一起。很快，念珠和尚发现不对劲，居然能从交战中学得我的武学，此子如此妖孽。就在他吃惊的时候，这里的动静很快惊动他人。了悟慧空玄真，此天竺来的人有古怪，这家伙悟性逆天，仅仅只是观摩我出招一次，就习得我招法。大光头闪身至他面前，念珠慌忙出手，2人又站在一起，冲撞中爆响不断。看我罗汉拳！念珠宛若真佛降临，拳拳砸得大地震颤，动真血了。全力之下，大光头虽然悟性惊人，但也招架不住，节节败退。不到1炷香，他便老实倒飞出去。念珠对付一个后天用全力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大光头力竭，挣扎半天起不来。不愧是少林，贫僧佩服。3日后，贫僧定再次登门拜访。还想3日后再来？3个和尚领会点头。下一秒，架起地上的大光头就拖走了。把这妖孽押到主持那儿去。大光头处理完了，接下来该处理你了。虽然不知道你哪来的胆子敢和他来挑衅少林，但念你毫无气息，走吧。我真不认识那大光头。见念珠不理我，我用余光扫了扫少林寺内的布局。
晚上要来摸功法，得先熟悉熟悉。了悟突然目光一动，不对，念珠，你看走眼了，这家伙不是凡人。看着突然出手的了悟，我下意识随手一挥，了悟当场横飞出去，像断了线的风筝，一个呼吸就化作一道光，消失在天边。是他太弱了。了悟，你什么时候学了如此神功，居然能御风而起？你们两个呆挂，什么神功？了悟是被人打飞的。谁出的手？念珠四下张望，想找出打飞了雾的人，然而场上除了几个寺内僧人，就是毫无内息的我。刚才了悟好像在试探他来着。念珠目光一动，一股气势瞬间碾压而来。感受着这股恐怖的气息，我淡然不动，只是一个抬眸，来自念珠的后天气息便悄无声息地消散了。不入先天，终是蝼蚁。念珠瞳孔一缩，她的气息仿佛探入了深渊，还有一股锋锐之意顺着她的气息蔓延而来。这感觉猛然让念珠不自觉后退3步，连忙切断自己的气息感应。念珠果断出手，上来便是大招罗汉拳。这一拳威势惊人，就算后天巅峰来了，也得当场打鼾。看着直袭而来的念珠，我云淡风轻，轻飘一拳挥出。这一拳我收了99%的力道。看着我使出的招式，念珠瞬间瞪大了眼睛。什么？大慈大悲大业拳？又是一个能偷学对方武学的怪物。一念至此，他拳上的力道更重了。然而随着我轻飘飘一拳彻底轰出，庞大的气浪开始翻滚。感受着这股气浪，念珠瞬间惊恐起来。不好，这股拳意是超远！他人是成功躲开了，但后面的建筑却遭了殃。伴随轰然一声巨响，一栋2层高的古建筑当场炸开，后面的建筑全被轰碎。念珠从一旁的墙壁废墟里爬起来，灰头土脸，再没了高人风范。超远？开什么玩笑！一个体内没气息的家伙，将拳法推入超然之境。超然啊，先天高手都达不到的境界。还有一个更恐怖的可能，念珠和尚不敢去想，这凡人不会是仅仅通过观摩便能将一门武学推入超然吧？我疑惑地摸了摸下巴，这些房子都是纸糊的吗？都收了99%的力了，居然还能一拳捅穿。我是来摸功法的，又不是来踢馆的，我可什么都没做，是你们建筑年久失修。唉，不过我心好，见不得人受苦。这俩铜板就当捐款了。由于这一拳动静太大，惊动了少林的底蕴。只见一个人影从废墟里笔直冲天，浑身金光环绕，气势滔天。谁把我少林毁成这个样子？念珠赶紧把刚才的事告诉了法藏大师。法藏身上气息节节攀升，先天之下皆蝼蚁，在我眼皮底下还想跑？大日如来法！一道金光随着他冲天而起。这样就能找到你了。损耗3滴精血，不亏。这边我正悠哉下山，虽然不知道少林为啥有个先天，但先天对于我而言就是大丰收的代表。接下来就等天黑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云层突然被拨开，天上好像出现了第2个太阳，伴随着漫天的佛家真言。同一时刻，我浑身汗毛猛地竖起，一股危机涌上心头。一道慈悲之音从云层落下，找到你了。佛家真言化作洪流，滚滚袭来。眼前这一幕直接超出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。望着天上愈来愈近的金光，我动了。不就是天地异象吗？我也会。顿时，天空异象浮现。法藏大师在剑雨出现的瞬间，瞳孔猛缩。剑气化雨，怎么可能？作为先天之境，法藏大师能通过大日如来经引动天地异象，但那是法藏大师消耗3滴心血为代价换来的。而这剑气化雨却是真正的天地异象。法藏大师此刻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佛家金光与剑雨相撞，2股力量冲击的瞬间，无尽剑雨直接穿透了佛家真言，而那金色的佛纹只在我身上留下淡金色符文后便就消散而去。所以
这是给我纹了个身。我看向少林方向，通过剑雨感知到法藏大师带着一众人躲在屋檐下。剑雨并没有对建筑造成伤害，只是淅淅沥沥的下着。法藏大师，这雨虽然样子怪了点，但也是雨啊，没必要这么慌张吧？要知道法藏大师可是先天存在，居然在见到雨的那一刻露出了害怕的神色。法藏不语，只是从怀里摸索出一本古朴书籍，丢给一旁的念珠。念珠，这是我寺底蕴，只要有他在，无论何处，我寺自存。拿着他下山！法藏大师运起内息，迈步走进剑雨。这是大日如来经啊！寺外一道人影徒步而来，在剑雨之下，万物无处遁形。我自然也看到了那本被交给念珠和尚的大日如来经。察觉到经书上略带熟悉的气息后，下一秒淅淅沥沥的剑雨如同活过来一般，直接一卷。拿来吧你！功法到手。大日如来经乘100，金色功法。不愧是少林，在门口都能捡到金色功法。法藏大师感知到我的动作，立马传音：前辈，小僧为探明原因，贸然与你施加印记，是小僧不对。法藏大师额头渗出冷汗。如果说剑雨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恐惧，那在我近距离出现后，他才真正知道什么叫气息深似墨海。能做到这一步的，只有一个传说中的境界，陆地神仙，又称在世佛陀，那是连达摩祖师也未曾踏足过的境界。前辈，小僧愿为此赔罪。随后，法藏大师带着我来到了藏经阁。就在我把最后一本功法扔进百倍背包时，系统突然响了。警告，你已被未知存在盯上，距离对方抵达剩余59秒。臣是凡人之意，居然能被排斥体外，古怪。既如此，或有牵扯，我佛慈悲。什么意思？难道这次来的未知存在不是上一个？我看着只有1分钟的倒计时，直接撞破房顶。很快，整个江湖中所有达到后天一流的存在，在这一刻心脏都停跳了一拍。那是一种无名的恐怖。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真正的未知，超凡脱俗，不可闻，不可视，不可言。来了来了，是佛。法藏大师作为先天高手，虽然多坚持了一下，但紧接着脑子也炸开了。晴天炸雷，却不见雷光落下。剑雨，佛法还未降临，整个江湖的先天就只剩下我一人。来吧，让我看看我现在的实力和你们这些未知的存在到底差多少。剑来！刹那间，方圆万里所有的长剑都在这一刻颤抖起来。万剑归宗！出！一些看不到天上异常的普通人，此刻全都震惊了，自己腰间背上的剑开始不受控制，冲天而起。同一时刻，阿野看着自己的剑冲天而起，仰头看着天上化作洪流的剑海，瞳孔一缩。和其他人不一样，他看着那些剑，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。是你吗？这还是我第一次全力以赴。确认天上的存在后，佛陀法相，来试试我这一剑。就算头顶佛陀法相巨大无边，极其吓人又如何？此等尘世，已入第一体，不凡。天上佛陀虚影开口了，我的脑子再也坚持不住，和其他先天一样，直接炸开。如此孱弱，怎会如此？此子不是剑道第一体吗？宿主回归完毕，本次收益大日如来经乘1，青山剑法乘1，落雨剑法乘1，本次天赋顺手牵羊已保留。出租屋里听着系统的提示，我愣了一下。开什么玩笑？先天这么弱吗？特么的剑海都还没打到那佛陀虚影，自己就炸了。打开面板，我查看这次的收获。背包里躺着的功法可谓五花八门，尤其是那本大日如来经闪闪发光。同样冒金光的还有另一个珠果。我感受着体内先天的内息，美滋滋的把所有功法都分解了。获得外功经验754770点，内功经验65000点。落雨剑法提升到下一境界的经验，现在够了。境界提升完毕，出租屋外原本还是白天晴空，突然乌云滚滚，我心头一紧，甩上房门，头也不回，一路狂奔。凤凰山上恐怖雷光落在山顶，我沐浴在雷光之中。远处不少人看着这边山头的奇景，一个个都愣住了。成了！随即我闪身回到出租屋，今天还有6次穿越机会。系统进入玄幻世界。
这次我抽中的天赋是默默无闻白。关闭面板，我开始打量周围，一片茂密的森林。还没高兴多久，你被未知存在盯上，距离对方抵达剩余0.9秒。果然又来了吗？猛然间，我所在的上空异象浮现，是空间破碎的声音。我汗毛直立。好，真当我是软柿子是吧？我拔剑冲天而起，一剑出，剑到第一梯。空间破碎的另一面，清玄眉头微蹙，随即一闪，他来到了空间另一面，迎面就看见一把剑直袭而来。哼，明知不可为敌，还敢对我出剑？在他眼里，这连小孩子过家家都不如。我的剑距离那未知存在越来越近，然后一点点归于虚无。下一秒，他伸出手向我抓来，我瞪大双眸，看着剑一点点消失，然后连带整个人，好似尘埃一般被一阵风吹走，不给清玄半点反应时间。嚯，这是被我的气息反噬死了。看着我就这么潇洒的挂了，清玄一愣，想出手挽回都来不及。宿主回归完毕，本次收益未知大陆灵气17口。差距要不要这么大？一入玄幻世界就被未知盯上，这喵的给我卡死了是吧？不过问题不大，因为我现在挂机就能获得内功经验，只要再随机到一个武侠世界苟上几年，到时候跳起来揍回去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周年穷。休息了一小会，我便再次开启传送，又是玄幻世界。你气息泄露，被未知存在盯上。这气息，你脱离了尘世，入了我大千，你清除了我的凡间印记，有意思。你被未知存在盯上，距离对方抵达剩余29秒。大千，这是这方世界的称呼吗？我头顶猛然有金光刺破云层，转瞬之间，恐怖的佛家慈悲之意横压而来。或许是上次自己死得太快，这次佛陀虚影也稍微留手了。当莲台上那无悲无喜、盘坐之人露面时，我直接贴脸开大。莲台上那无悲无喜的淡定之人，微垂的眼眸猛然抬起。什么玩意儿？就连莲台上金光都稍微泄露了一丝，不到一个呼吸就净化了整个天地。当然，连带着我也被净化成了一方尘埃。宿主回归完毕，本次收益未知大陆灵气27口，本次天赋未保留。但这次回归时，我却笑了，因为我看到了那莲台上无上人物，神色动容了。稍微休整一下，我再次穿越，这次获得天赋铜皮铁骨红，可以使宿主断体效率翻倍。空气中没有灵气，周围树木也不再高大透着古老气息，而是些普通无比的树木。这环境看来不是玄幻世界。再看内功经验，正以每秒60点的效率疯狂增加。就这效率，要是能苟上1年，我的实力绝对天翻地覆。看到一处山脚有袅袅炊烟，我直接朝那小山村而去。在距离村子不远的一处半山腰，有间废弃的破庙，我直接入住进去，开狗。转眼次日，时间流逝带来的内功经验已经够我晋升境界了。随着境界提升，一股恐怖的气势猛然攀升而起，境界至筑基期。打开系统面板，筑基后下一境界，不出所料是结丹期，需要内功经验256万。此刻的经验完全够突破，但我没着急，筑基奇妙，至少要好好领悟1天。次日，我回到破庙继续狗。如今3天过去，也是时候突破了。出破庙门，我向着山脉深处走去。大哥哥，我娘让我来告诉你，这里不能待了，明天有强盗要来收取上供。我娘说你没地，到时候交不出上供是要变成星星的。村里的穗穗撒丫子跑来，大哥哥，那山洞很安全，我保证那群强盗找不到你。开玩笑，我都筑基了，还能被别人逼到山洞里不成？我温柔地揉揉他的小脑袋瓜。小小强盗有什么可怕的？穗穗所住的小村子叫野庙村，距离野庙村不远，一伙人马浩浩荡荡而来。二哥，你是说那半死不活的老头真的能让我们也成为武林高手？岂止是高手，一流都不在话下。此刻，村子里家家户户纷纷回家，拿起早就准备好的粮袋到村口集合。村口野庙村村长见着盗匪们骑马而来，立马招呼村民：都跪下，小的们恭候各位老爷大驾，这是小的们一点点心意，还请大老爷收下。收下钱袋后，二哥不屑地看着毕恭毕敬的老村长：一把老骨头，一看就没多少血，等会儿把就地掩埋，省得浪费力气。环视一圈村民，二哥一招手，全给老子绑起来！村民们根本生不起半点反抗心思，只能流露出绝望的表情。转眼，整个野庙村的人全被绑好。就在盗匪们带着这些人准备打道回府时，一个中年妇女跑出来磕头：大老爷，他家还有个孩子，好像跑破庙去了，没回来。这话让穗穗娘亲神色一变。大老爷，破庙离这不远，就在半山腰。被自己人突然被刺，
碎碎娘亲只觉得当初对她的好全喂了狗。等回来再收拾你们。破庙是吧？走，弟兄们。另一边破庙里，我把3个孩子护在身后，小村子在我的感知范围内，自然逃不出我的法眼。看着正往破庙赶来的一群盗匪，他们真是活腻了。我迈步下山，二哥你看，果然有漏网之鱼。见到碎碎那一刻，邻家小妹脸色惨白。快跑，碎碎！刚喊完，他就被人一脚踹开。远处我无动于衷，看着我非但没跑，还敢待在原地。为首的盗匪二哥笑了：“一介书生，细胳膊细腿，还敢盯着我们看？读书读傻了。”后方其他盗匪闻言也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忽然田埂间一缕无名风吹起，没等他们反应，迎接他们的是心口传来的刺痛。扑通一声，他们最强的二哥原地安详。这状况让后面的盗匪愣住。随着接二连三的弟兄倒下，最后方的盗匪终于反应过来，他们惹上了不该惹的存在。我解开村民手上的麻绳，这些盗匪就地掩埋了吧，此事与我无关，这里也没有盗匪来过，我也没来过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去，只剩村民们互相茫然对视，但他们也不敢多言。神乎其神的手段，他怕不是仙人。每个人的表情都是肃然起敬。黄昏来临时，山寨里一位脸上有刀疤的中年人看着过去1天1夜还未归来的二弟，眉头紧蹙。老三、老四都回来了，老二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回来？正说着，一侧走来一个枯瘦老头。第一批送到了吗？首领恭敬地看向枯瘦老头。回上师送到了。好，白云城，没想到老夫能恢复过来吧？毁我根基，此仇我要你白云城上下50万民众偿还。陆地神仙之境，只要血石够多，老夫也能迈入。夜里破庙，我步入林间，一路往山脉深处而去。是时候该突破筑基期了。消耗内功经验256万，提升境界。漆黑的夜空见不着乌云，但有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压抑感。果然突破筑基期有雷劫。此时城主府的卫兵们全都被雷声惊动。某豪华大殿里处理公务的城主听见雷声后，他放下公务来到殿外。这雷有点不对劲。上一个武侠世界，先天境寥寥无几，而这里一个小城的城主就是先天境。山脉深处，我能感觉到自身一切皆在雷霆中蜕变，同时体内的内息开始自发疯狂旋转。随着9道雷落下，丹成9纹，结成金丹。机缘功能激活，可消耗机缘，提高炼皮炼骨，金丹质量上限。我能感觉到金丹成后，本就蜕变的皮肤再次猛然变强，炼皮突破至品质极限，获得额外被动效果，修炼效率正100%。我每秒获得的内功经验又增加1倍。金丹境界的突破让我的感知范围扩大1000倍不止。很快，我看到了血腥之气浓郁的地牢。骷老头相比之前不再那么瘦弱，而是变成了正常人模样，实力也凌驾于先天之境。他胸口挂着的吊坠发出清脆的碎裂声。老夫的宝贝，他不是无坚不摧吗？哪怕陆地神仙的攻击也能挡下，怎么会碎了？骷老头正脑袋宕机时，有人惊恐跑来。上师，他们莫名其妙全死了。这人着急忙慌，还没跑2步，便一头栽倒在地，再也没了动静。片刻，恐怖的金丹之意再次洗涤整个山头。这一次，里面盗匪无一生还，连带骷老头这边。骷老头虽然身死，但意志却没有第一时间湮灭。一念之间，老夫肉身崩灭，怎么可能？这个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存在？老头神魂颤抖，但很快他也不复存在于这天地之间。破庙里，我看了一眼现在的面板，9纹金丹第1梯，嘿嘿，还不错，继续搞。金丹之后下一个境界是元婴期，需要内功经验512万，1天半自动修炼的经验而已。话说都金丹了，系统提示还在第1阶梯，这第2阶梯不会是从成仙开始吧？如今修炼效率是410%，只是几个月的事，转眼半个月过去。存活15天，未知世界坐标记录，可对未知世界命名。念头一动，我输入2个字：碎碎。当前所在界，碎碎，剩余寿命2000年。1个月后，村子里来了个外人，仙风道骨。最后一个村子了，我不就是想找个传承吗？要不要这么搞我？他骂骂咧咧进村，顿时有村民被惊动，因为已经有10年没有门派主动下村子收徒了。贫道竹记，乃青云门苦竹峰峰主，今日来此是为收徒而来。村子里孩童不多，总共也就10几个。在摸了7、8个孩子根骨后，竹记叹了口气，或许那小女孩根本就不是村里的。如今村里怎么可能会有上等资质的孩子出现？碎碎刚从破庙回来，看着村子里聚集的人，顿时好奇起来。你这人我好像见过。
穗穗声音不大，但也引起了竹记的注意。一个箭步，他挤出人群来到穗穗一侧，激动起来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根骨上佳，可愿入我青云门？我收你做亲传弟子。娘，你应该被骗了，他眼神那么差，怎么可能是青云门的人？竹记有些懵，他可是先天境的存在，小姑娘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村子里的其他人见状挡在穗穗身前，顿时场面画风一变。那肯定是假的，轰出去，绝对是过来骗孩子的。竹记刚想高举令牌反驳，但看了看周围大字不识的村民，眼下只能动用一丝实力来自证，感受着经脉之中刺痛之意。要不是身受重伤，他也不会来到长青镇散心。扑通一声，竹记被人推倒在地。假的，绝对是假的！打他！敢来这里骗孩子！别打了！有些招架不住，竹记找了个机会一溜烟跑了。感知着村子里发生的事情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哈哈哈，这家伙有点逗。当穗穗跑来找我诉说这事时，我笑笑没有说话。远离村子的地方，竹记正龇牙咧嘴给青一块紫一块的胳膊上药。究竟是谁在造谣？难道是上次带小姑娘的那个年轻人？好，你给我等着！破庙里，我听着这话，瘪嘴。不是，关我啥事啊？和穗穗吃了一顿美味烤蘑菇后，继续安稳苟着。这一天刚日上三竿，竹记便带着一大帮人乌泱乌泱来了，其中居然有长青城城主。竹记师兄，你这身伤是怎么回事？长青城城主居然是竹记的师妹。你的伤还没好，来我城里居然再次受伤，是谁动的手？摔的，不小心摔的。竹记哪敢说实话？开玩笑，他可是先天境，被一群山野村民围殴，这他怎么能说出口？今天带你来，主要是收个徒。很快到了野庙村，和昨天不同，这一次再见着村民时，竹记眉目一挑，大摇大摆走路。是昨天的骗子，居然还敢来！各家各户抄起门口的扁担，气势汹汹就出门了。那是城主，作为长青城城主，自然很多人见过他，只一眼便认出。等会儿，城主旁边的是那个骗子，他们还有说有笑。哐当一声，有人手里的锄头掉在地上。不会，那家伙真是青云门的封主吧？村子里的人很快集合，不过人群里不见孩童，因为这个时间他们都在破庙上课。竹记摸了摸下巴，而后带着师妹径直往破庙而去。破庙前，我打断一众孩子的学习，目光落向唯一通往村子的小路。先生，怎么啦？穗穗第一个发问，我没有回答。很快，一大帮人露头，竹记走在最前方，一眼便看到穗穗以及我。城主细细打量穗穗，略微一惊，这孩子眉心之中居然有一股淡淡的印记，难怪让师兄如此行径。此等天赋，就算不测根骨，也可知是天生陆地神仙之姿。虽然穗穗不想拜师，但在我的劝说下，她还是成为了竹记的亲传弟子。小友怎么称呼？独孤。我笑着道出了之前的假名字。不知青云门在何处？狗归狗，但送上门的门派，那肯定得摸点功法。现在也是时候补充一点外功经验了。这话没让竹记生出戒心，他大大方方告知了青云门所在处。有空来青云门苦竹峰坐坐，一定会去。我表现得很亲和，但或许是第六感，竹记感觉后背有点不自在，下意识紧了紧身子。人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破庙再次恢复平静。2天后，我来到山脉深处，将境界提升至元婴期，雷霆闪耀之间，可见一丝紫色光芒。虽然2天过去了，但城主、竹记以及穗穗并没有离开。3人目光同时落在暗下来的天色上，城主紧锁美眸。是劫云，不过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劫云？纵使是白云城那位突破陆地神仙之境，也不及此劫1/1000。在雷劫疯狂洗礼下，我体内元婴每被轰击一次，便更清晰一层。很快元婴7成，就当我起身时，系统提示出现：元婴7成，内功玄妙开启，元婴期特殊，无法至达境界极限，突破功能将暂时无法使用。预计元婴期抵达境界极限需要时间8年。我愣了一下，体内才刚刚蜕变而出的元婴猛然崩溃开来，化作最精纯的能量，疯狂改造本体。这是元婴崩碎，反哺自身，和金丹一样。若说金丹分为9纹，而元婴则是9变，元婴每一变都需要重聚。对于其他修炼者而言，重聚便是重修，而我只需要1年，元婴便会自生。如此才有了先前系统的提示。8年后，元婴期抵达质量上限，才能继续突破。系统每一个境界都在追求极限。我摸了摸下巴，脸上笑意不断。8年而已，在穗穗这狗8年，那还不是轻轻松松？春去秋来，便是冬至。这个冬天，蓝龙王朝与焚天王城开始征兵，村民们都要强制参军去往前线。传闻好像是要去牵引毒虫，很离谱的一次征兵，不管男女老少，甚至80岁老人都被带走。这岂不是以后只有我一个人苟在这里了？看着士兵离去的背影，我现身了。我也没有想到能有如此离谱的征兵，妇孺都不放过。算了，我没有多管，只是静静看着村子变得空荡荡，日子变得单调起来。
转眼7年第8次岁阴了，破庙还是破庙。再一次岁阴后，我看着7次降临的大雪，感慨这还是第一次。在一个世界中待这么久，期间有想过去青云门逛逛，不过想了想还是放弃了。最起码也要9次岁阴完毕，不然万一浪狠了，鬼知道还有没有未知存在出现。还有1年，等9次岁阴完毕，非要好好收割一下不可。这一天，就在我以为能和往年一样时，长青城那些驻守的士兵似乎得到什么军令，连夜乘船跑路了，这可让我一头雾水。与此同时，岁岁她已经长成了个大姑娘，且没有辜负竹记的期盼。这一年冬至，她突破先天境，成为历史记录中最年轻的一位先天。冰天雪地中，青云门上下各自。山脚一片居民房中，岁岁娘亲茫然看着前来恭贺的人。岁岁她成仙人了。什么仙人？是先天。至于岁岁娘亲为什么没有被带走参军，自然是作为青云门的人得到了特殊关照。青云门，师尊，先天之后是什么境界？陆地神仙。竹记满意的看着岁岁，他果然没看错人。短短7年，他居然一跃成为与自己同境之人。什么是陆地神仙？竹记闻言略微沉默。以我所知，是要寻一种能与天地共鸣的方法。你才刚突破先天，这事先不急。我们与白云城交好，明日白云城城主会来此地，他是当世陆地神仙，届时他会引领你。后面的话岁岁没有细听，在听到竹记说要寻一种能与天地共鸣的方法时，他脑海里浮现出曾经小时候在破庙时看我手持树枝舞动的动作，还有我那时的话。师尊，村子里还是没有找到先生吗？没有，他好像失踪了。我每年都有派人去寻，不过一无所获。这天，我发现长青城突然大举搬迁，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人烟。破庙内，我猛然起身，目光冷冽看向外面。难怪跑那么快，特么这是毒虫巢！冰天雪地的山脉之中，有一片黑海正在靠近，一只又一只的巨大毒虫占据漫山遍野，只是感知便让我浑身泛起了鸡皮疙瘩。恕不阻拦，这虫子绝对会让天地千疮百孔。本来是不想理会的，但或许是元婴境与天地的联系，看着毒虫过后那满目疮痍的大地，让我不忍。尤其是领悟的复苏剑意在蠢蠢欲动。行，不就是虫子吗？给我嘎！复苏剑意起，落雨剑意起。2大剑意火力全开。这一天，山脉大雪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哗哗不绝的大雨。我一人硬生生止住了毒虫巢涌动的趋势。此战持续3天3夜，打到我神念枯竭，剑意中断。哼，要不是现阶段元婴崩碎，这些毒虫我能一巴掌拍灭。不过问题也不大，我的体魄更强，神念枯竭，那叫手持剑以肉体硬碰硬。很快又是3天，毒虫巢开始有后退之意。没办法，太恐怖了。那个小小的人类跟个永动机一样，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变态的。居然有人能通过肉体相搏来恢复精气神，妖怪都没这么变态。终于我所在的山谷变了模样，满目疮痍的地面夹缝间竟有绿芽生长。1天后，竹记以及其他先天境的封主带着一众弟子抵达长青城外。本来他们是抱着死战心思的，可结果别说毒虫了，连小小的谷都见不着。竹记满头雾水，其他先天境也是满脸懵。走入城，城内与外面一样，除了满地积雪没有任何异常，而且通过积雪可以看见，这城从始至终没有任何生物或者活人进来过。怪了，难道情报有误，还是说他们成功了？所有毒虫全都被吸引走了？师兄，管他呢，这里没有毒虫更好，可以节省我们的实力。你说的对，不想了。一行人随后向着破庙所在的山脉而去。出了长青城，竹记一行人很快眺望到远处的重叠山脉。几人在看到那些4脚朝天的巨大毒虫时，有些懵了。这毒虫脑袋被人切了下来，切口平滑，这是一击毙命。不是说毒虫防御逆天，寻常刀剑不可破吗？这鳞甲上怎么还有个拳印？等会儿，不会是身体被一拳打爆了吧？一股寒气席卷众人，别说陆地神仙了，就算是破了天障的人也不行。与此同时，青云门山脚下，一个头发蓬松、类似乞丐之人求见。青云门内虽然有实力的人离开了不少，但还是有一些低境界之人遗留。岁岁很自然成为了青云门的代理掌门。还知道我小名，带去主峰，我随后便来。主峰里，我私下打量，不愧是青云门，说不准会有金色甚至是超越金色的功法。你是先生？我笑着点头，随即我被安置在一个干干净净的院落。3日后，岁岁来到院外，满院寂静，只有我挥剑的破空声。打开门，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身旁还站着一位气质更加清冷的女子。道友，我乃白云城城主云清。从你的剑法来看，这绝不是一凡人可做。把他们带入院子，在2位绝色美女的注视中，很快我的剑又动了。其实招式也是有境界的，小成、大成、圆满、巅峰、返璞归真、超然、意境。念叨着我的话，云清倏然抬眸，而岁岁在静静感悟我的剑法。岁岁，你先生很不凡。出了院落，岁岁侧目，云姐姐，
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起第一次见他时，那时我10岁，他从林子中出现，一行一步之间，好似融于天地，又好似随时会离于天地，那种感觉好怪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的容貌也一直没变。后面几天毒虫再次袭来，或许感觉到了紧迫，岁岁便很少来见我，跟着云清开始感悟陆地神仙之境。这天，青云门外来了很多奔赴谷地的其他门派之人，路过青云门过来看看，只待了1日，他们便离去。云姐姐，那你什么时候会离去？等你彻底明悟何为陆地神仙。春天来了。岁岁，与你同等天资之人一共有7位。明日你启程去东海，东海上有一岛屿，届时有人会迎你。我现在是青云门代理掌门，除了这里哪都不去，由不得你。而我这边也得知了所有对话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才狗不到1个月，青云门也要搬家了。当天，岁岁来到我院子里，不过却没有见人。开玩笑，我已经一头扎入藏经阁内，再不出手就来不及了。这边岁岁呼唤了几声，没有得到回应。推开院子门片刻，云清也出现在院子中。他探出感知，好怪，不只是院子，整个山峰也没有，好像他从未来过一样。他这是离开了。闻言，岁岁眸光闪动。另一边，青云门弟子集结，在陆地神仙云清的带领下，踏上征途。1年后，我迎来最后一次岁婴，体内9次岁婴之后，凝结出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元婴，9变元婴，现在可以突破元婴期了。出了山谷，我感知扩散而出，不大一会儿就看到一个城镇，不过城镇里空无一人。凝望一眼远方，隐约感知到其中蕴含一股恐怖的力量。我转身离去。3天后，繁华城镇入目，当即我决定就在这里苟了。第2天，我上街，在一个摊位前停留。这个摊位上卖的居然是功法，除了青云门的功法，还看到了其他的紫色功法，足足有20多本。我全要了。收了功法，我当即原路返回院落。次日，城镇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来人身上的衣服早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，斑驳血迹已成黑色，正是云清。立即斩断东海那条航线，毁灭所有来往痕迹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人群里，我感知出他此刻的状态已经到极限。我无时无刻不感知到有一个恐怖在西方，或许他遇到了那东西。见此，我出手了。一场大雨来袭，然后不等所有人反应，云清原地消失不见。城内一偏僻院落，我救下云清，给他体内镀了一丝比内息更高级的气。我已无力回天了，道友可否替我去斩断东海航线？求你了。好，斩断一条航线而已，不难。得到答复后，云清浑身一松，双眸逐渐无神。一代陆地神仙就此安安静静地死在了一个普通的院落。安葬完毕，我也离开了这个主城。一抹剑光于东海上空出现，遗留的剑势让海浪滔滔汹涌，不再适合航行。我立于海边，感知中也看到了熟悉的岁岁。恭喜宿主存活10年，获得新手大礼包1份。回到了院落中，打开新手大礼包。恭喜宿主获得替死人偶1、基础心法1、基础剑法1。替死人偶，未知世界内可代替宿主死亡，死亡后可继续停留在世界内，于随机地点复生。好东西！此时背包内还有99个新手大礼包。系统打开新手大礼包乘99。恭喜宿主获得替死人偶乘99，基础心法乘99，基础剑法乘99。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境界体验券乘99，检测到体验券乘99，已自动叠加。恭喜获得顶级境界体验券，顶级境界体验券可随机体验第1至第9梯境界，体验时间1分钟。第1梯至第9梯，虽然此刻已经是9变元婴，之后我又在城内收集外功，外功经验再次来到100多万，另外每天500多万内功经验，最起码也能突破第1梯。来到城外，是时候突破化神了。化神期开！与此同时，西方谷地极深之处，我未存在感受着降临而来的化神雷劫，眼眸睁开。他很诧异，明明时间已经压缩成1000年一次，居然还能诞生这等人物。此等天骄，若是反哺于我，你已被存在盯上，距离对方抵达时间剩余24.07分。随着狂暴的雷劫落下之后，化神期成，化神期特殊，无法直达境界极限，突破功能将暂时无法使用。预计化神期抵达境界极限需要时间22年。下一秒，我神魂重新融入肉体，同一时刻，全身血肉开始萎缩，只是几个呼吸便就成了骷髅架子。化神第1神台成，化神22神台，每一台皆要动用全身血肉壮大神魂。稍作休整，我看向系统界面，距离那人抵达还剩余22个小时，一直都是被未知找上门，现如今也是时候该自己上门了。心神一动，我向着西方而去。谷地到了，片刻，一汪血湖映入眼帘。多少年没见过如此胆大的虫子了。湖中盘坐之人起身，本来他略带不屑，在看向我时，他瞳孔一缩。入道的意，
还是两股？怎么可能？不对，你小子有古怪！此刻，湖中赤红人影对我的来历很是震惊。正如之前我猜测那样，对方的境界是超然真仙。在那人的诧异中，我活动起手脚，在境界加持下，这招可以说是超越版的万剑归宗。古怪又如何？小小化神，怎敢向仙出剑？死来！我抬手接下了这一拳，一股诡异的力量从对方拳头上迸发，我当场被轰飞。也幸好你才化神，不然我怕是不能毁你于一念之间。为我做嫁衣吧，玻璃！我顿时感觉元神被撕扯出来，但金色元神出现时，远处碎碎目光茫然，而后醒悟，不好，那是先生，他在被人剥离元神。赤色之人再度开口，湮灭。可这时我离体的元神变了样，仿若成了一个谪仙，圣洁异常。这是突破质量的炼皮境，突如其来的改变令赤色之人愣了一下。不灭不朽的气息。此刻我气息异常诡异，甚至让天地律令都有崩碎之势。这下两极反转，瞬间我身形瞬动，哪怕赤色之人立马防御。随着我一拳轰击，赤色之人倒飞而出，重重砸入大地。我伸出手，轻易抓住那些不可视的律法，咔嚓一声捏断。怎么可能？那可是天地律法！可惜，不管你有多少古怪，终究是鲜血煞附众生怨气。赤色之人虚空踏步再次降临，这次他动真格了。我抬手出现一枚高级境界体验卡，使用高级境界体验卡，境界随机中随机成功获得第3梯开始境界加持，持续时间60秒。一股玄妙笼罩我身，以赤色之人为中心，不断蔓延的红色瞬间消失，一同消失的还有他。在他瞪大的眼中，风来人散，而这只是开始。脚下的大地好似失去引力，泥土、石块、树木一点点扬起，远处的竹迹惊恐抓挠，可无用。他只能看着自己一点点飞起，而后从指尖开始变成最细小的尘埃。师尊！一声呼喊唤醒我，看着已经崩碎一半的竹迹，复原。这就是第3梯，生死不存，念达通透。再一念，坟堆里面死透的白城主心跳复苏，伤势复原。就在我解决完一切，脚下这个世界开始承受不住。叮，你已被未知存在盯上，距离对方抵达时间剩余60秒。大地崩溃加速，看着远处的两人，该结束了。现在虽然距离60秒只过了10秒，但再待下去，这个世界一定会瓦解。算了，重开。一念，我沉寂而去。和之前不同，这一次我是主动归起。宿主回归完毕，本次收益长春剑法基础剑法，基础内功。本次天赋铜皮铁骨已保留。我看向背包里的高级境界体验卡，境界高了，似乎麻烦更多。今日10次穿越次数用完了，下次穿越得等凌晨。下一个世界得好好钻研一下剑道。次日，我打开系统，系统给我穿越。第一，恭喜获得天赋路人甲白，你毫无存在感，就是个路人甲天赋效果，你修炼效率正10%。刚落地，我便被一股浓郁的紫色雾气笼罩，每吸一口，纵使是化神境的自己，也不免浑身刺痛。我神念扩散，紫色雾气仿若无边无际。片刻，我神魂也传来刺痛，这玩意儿居然能腐朽神念。收回神念，我看着周身发着洁白微光的质骨皮，这是他被激发时的状态。方才一念之间，我已经跨越了万万里，可就算这样，紫色雾气依旧。特么的这么大！30分钟后，我开始咳嗽，嘴角咳出一丝殷红。不行，不能坐以待毙。我一步踏出，质骨皮爆发圣洁之光。1个小时后，叮，天赋固化成功。天赋已经固化，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。随后便静静地看着质骨皮护着元神，一点点被蚕食，被虚空吞噬。宿主死亡，回归完毕。本次收益5，本次天赋路人甲白已保留。我睁开眼眸，回想上一个世界的经历，诡异的世界，诡异的紫色雾气，有些不寒而栗。我摇摇头，总的来说，这一趟不亏，加了10%的修炼效率，比之前一进入就原地躺版本强多了。系统再次穿越，一天就10次机会，别搞哈！叮，恭喜获得天赋至尊骨红，天生至尊，你有大地之姿，天赋效果修炼效率300%，机缘100%，悟性50%。我眼前一亮，瞬间狂喜。什么叫天赋？瞧瞧，这才叫天赋！我连忙打开面板，看向此时的天赋加成。天赋加成，修炼效率720%，机缘120%，悟性110%。分解获得的外功经验当场翻倍，之前悟性60%，每天可获得500多万内功经验，现在一天1000多万。正激动时，系统声音再起。开幕固化，天赋加载中，你天生重瞳，爱顺手牵羊，一身铜皮铁骨降临，便是路人甲。这一世你注定不凡。
至尊骨效果触发，降临之地必定有人挖骨。至尊骨必定有人挖我骨，我嘴角抽抽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能有人挖骨，那就说明这个世界应该稳了，是正常世界。突然，远处浪涛声响起，100丈高的滔天巨浪来袭。很快，我看到一个在大海里挣扎的人。由于化神境的原因，我虽然是在海面上，但却是浮空。还好，只是有人挖骨，而不是必定挖出骨。海面那人一边扑腾一边呼救，很快他发现了我。发现至尊骨后，那人立马停止呼救，目露惊喜。不是，你他妈都快要被淹死了，还惦记着至尊骨？我握拳，一拳轰击而去，空中炸响之后，滔天巨浪仿若被一只无形大拳轰击，那人瞬间消散。能有人知道至尊骨？看来这个世界级别不低。随即，我神念开始外放。那是什么？被打碎的100米巨浪后，我看到天上有一条白线，原本以为会是什么云层之类的，可当神念感知之后，我愣了一下。那是一排巨浪，先前100米巨浪在他面前连小土坡都算不上，那也不能再称呼为浪了。说是天崩也不为过，高度足足万万里，怕是一个星球都能给拍下来。我转头开始远遁，这是一个海洋的世界。半个小时后，依旧不见陆地，反而我又看到了另一个遮蔽天际的白线，显然那也是一排真正的滔天巨浪。不会这个世界和上一个一样是绝地吧？那刚才那个挖骨的人怎么说？难道是被系统强制给挪移过来的？想到这里，我无语，再次远遁。1个小时后，我确认脚下的大海是一个水球，它和天上的水球正在相撞，但或许是距离太远，两者异常缓慢。见此，我放弃挣扎，与其累兮兮的，还不如躺平坐看他们相撞。这一等便是10年，我晋级第14神台。这一年，2个水球彻底相撞。本来我还想看看这惊天动地的威势，可相撞那一瞬间，我直接眼前一黑，当场凉凉。宿主死亡，回归完毕，本次收益5，本次天赋至尊骨已保留。稍微休整，我再次进入穿越，或许是运气来了。这一次系统的提示居然不一样。丁，进入阿野界。阿野界，我脑海里立刻闪过那个小乞丐的身影。后来带入青山派成了天之骄子，结果门派覆灭又被追杀。这时系统声打断了回忆。恭喜获得独孤剑体蓝，您这双手天生就该握剑，剑仙剧本打稳了。效果修炼速度正10%，机缘触发率正10%。独孤剑体特效触发，独孤9剑悟性直接翻倍。喧闹声灌进耳朵，眼前的场景逐渐清晰。我正站在一座石拱桥上，两边商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。阿野界有佛陀坐镇，所以我决定只管稳，每天1000万内功经验，可别浪没了。突然炸开一声尖叫，妖怪！卖糖葫芦的小贩指着我直哆嗦，整条街瞬间安静，被围观的我一头雾水，低头看看自己，好家伙，这化神期的肉身确实瘦得离谱。叮当2声，2枚铜板滚到我脚边，我蹲着捡钱时，内心疯狂吐槽，化神期大佬被当乞丐了。但转念一想，这乞丐人设简直完美伪装啊！我捡完铜板，率先打赏的那位小姐还未离去，而是与侍女静静伫立一侧。公子，可愿来我府上做工？小姐看着蹲下身还没起来的我，双眸柔和。都瘦成这样子了，怕是吃饭的碗都拿不稳吧？她不知为何，总感觉这乞丐公子或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我没有搭理两女，把铜板放入袖口便离去。等彻底甩开他们视线，我立马去买了套宅子。就这样，我在小镇住下了。虽然知道这是阿野界，可能遇见故人，但我懒得刻意打听。每天看日出日落，在院子里练剑，这才叫生活。1年过去，我突破到第15神台境，江湖上的风声也传到了这个偏远小镇。6年前，各大门派突然断了传承，先天高手集体失踪。由于大门派功法让人眼红，至此江湖乱了。不过幸好这个小镇处于偏远地带，周围也没有什么门派，所以得一处清闲。院子内我种了一棵桃树，没用长春建议催生，就让它慢慢长。街坊邻居都混熟了，有个小屁孩天天来烦我。独孤哥，大家都说你是因为瑜伽小姐才有这院子的。她今年18，我今年16，帮我联络联络呗。滚！小小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。我笑着关上院门。瑜伽执掌小镇上最大的布坊，是数1数2的豪门。第2年春天，我的剑道终于有了突破。现在要是再遇见那个赤红怪人，不用制骨皮也能硬刚了。今年桃树已经高过墙头，我也到了第16神台。这天在客栈打酒，我听见个劲爆消息，中州出了个女剑仙，穿着绿裙子单挑龙虎门。后来呢？酒客们眼睛发亮，听说杀了不少高手，全身而退。我端着酒碗的手顿了顿，绿色长裙，龙虎门，好家伙，该不会是他吧？我摇摇头，拎着酒壶往回走。独孤哥，听这称呼我就知道是谁了，那个想吃天鹅肉的少年路人甲。他穿着不知从哪儿淘来的江湖行头，走路鼻孔朝天。看我帅不帅？我笑笑不语，回到院里酒过3巡，开始练剑。这一年冬天，他穿着那身可笑的江湖装扮来敲门。独孤哥，陪我去逛东至呗，我要去找瑜伽小姐表白。我晃了晃酒壶，摇了摇头。你就不能给我壮壮胆吗？最后他独自踏雪而去，背影倒是挺像那么回事。
阁楼上，瑜伽小姐正在听父亲唠叨婚事，侍女突然指着街上：“小姐快看，那个江湖人好奇怪，那不是总偷看你的那个呆子吗？”于绵望了一眼路人甲，视线停留不到1秒便收回。小姐还不开心吗？没有，走吧，去楼传。次日，我发现隔壁院子换了新主人，那人头戴斗笠，跟我一样整天窝在院里不出门，就算不用神识探查，我也能听见他在院子里练剑的声音，叮叮当当的，比我还拼命。这天下着小雪，于绵与侍女撑着伞敲响斗笠之人房门，路人甲大老远就看见了心心念念的人。公子，小女是渔家之女，家父在飘满楼备好菜宴，不知公子可否赏光？不见，还有劳烦你们这些家族之人别再登门，否则……或许是这些天被整烦了，房门未开，里面便传来微怒之声，而后一抹寒光从中出现，一柄冷冽长剑从于绵耳旁掠过，斩断他一缕秀发。路人甲也慌慌张张从远处跑来，侍女连忙关切地看向小姐：“于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侍女无计可施，看着慌张的路人甲，一脚给他踹开了。等路人甲爬起来，于绵和侍女已经走远。望着心爱的人被人欺负，路人甲现在只想把那院子里的人拉出来，狠狠惩戒一番。你想下线了吗？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站在了雪地里，手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。他是武者，你是什么？他是小姐，你是什么？不得不说，我的教育很有用。路人甲没再找斗笠之人麻烦，但或许是那天阻拦，路人甲也再也没有来敲我的房门。几日后，看着开始学会喝酒的路人甲，想了想，我丢了一本基础剑法和基础内功，在他必经之路上。冬去春来，现在躲在房子里练剑的人多了一个。半年后，瑜家家主抱着一个盒子敲响了斗笠之人房门。没2天后，斗笠之人成了瑜家客卿。院内感知着这一切的发展，我看向另一处练剑的路人甲。半年过去，他虽然剑法舞得虎虎生风，但却依旧没有踏入练皮门槛。他不管如何努力，也得不到瑜家半分高看。而斗笠之人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让瑜家恭敬礼待，这就是差距。眨眼半年又过去，我境界突破，来到了第17神台境。这半年，路人甲一次都未曾上门，门外再也没有那声独孤歌了。这半年，我偶尔去打酒，期间听到了有关阿野的消息，他现在多了一个称号剑仙。时隔1年，他再次挑战龙虎门，龙虎门上下满门全灭。和上次不同，此次他名声大噪，一跃成为数1数2的高手。这一年，秋风镇全镇张灯结彩，到处张贴喜字。由于有武者相助，瑜家一跃成为镇内顶级世家，地位甚至让衙门都不敢得罪。今天是他女儿于绵大婚之日，缔结良缘，对象乃是江野，也就是那斗笠之人。大婚之日，路人甲穿上了他一直喜爱的江湖套装。于小姐，那日他斩你秀发，今日你怎能屈身嫁他？他不平也不甘。瑜家家主神色冷了下来，同时目光发寒的还有江野。在这之前，路人甲一直都是假把式，可这天他拔剑了。同样拔剑的还有江野，只见他动作迅捷，一招便斩断了路人甲的剑。来之前，他脑海时刻演练对战时会发生哪些状况，唯独没有算到自己的剑当场就断了。哼，连练皮境都未触及，也敢来闹我喜事？江野下一剑直奔他咽喉，后方于绵红盖头微微掀起，他看到了路人甲，不过他没有阻拦，甚至还有些微怒。眼看江野这一剑就要取路人甲性命，算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我虽然没有现身，但江野这一剑仿若刺到钢板，寸寸断裂。金刚剑断了。江隐警惕后退，四下望去，路人甲定神，视线越过江隐，看向他后方的于绵。她还是那样美，不过这一份美丽之中多了冷漠，让他如遭雷击，后退踉跄2步。滚！我声音再起，这一声是对着路人甲说的。江隐神色变动，他转头看向平平无奇的路人甲，这种凡人背后居然有高手护着。这一年，路人甲19岁，他步履蹒跚离开了秋风镇。我看着独自离开小镇的路人甲，爹娘都不管了，就这么走了。我摸了摸下巴，看着路人甲背影，总感觉这小子日后会有所成就。转眼又是1年，这1年我日常打酒，没有再听见阿野的消息。那是一天，天竺奇人一身佛法登峰造极，尤其是大慈不悲般若掌，可称为世上绝顶，无人能接其一招。我目光流转，大慈不悲般若掌，不应该是大慈不悲大业拳吗？这门功法我会。至于酒楼口中的天竺奇人，我眉头一动便知道是谁了，应该是那曾经和他一起上少林的大光头。难道他将2门功法整合了，开创出了一门新的掌法？小镇很快再次迎来了一场大雪，雪中我境界突破第18神台境，至此22神台，只剩下4神台便可踏入极限。这本应该是个高兴的事，但我心有愁容，因为我原本是想在破化神时把剑道给感悟完全的，可到现在依旧差那么一点点，我感觉需要那么一点契机。这一场雪，小镇内的冬至比以往更加热闹。江隐已经打响名号，连带瑜家家族产业也延伸出小镇，
射击其他城镇。雪中，我看着小镇内多出的外来人，没在意，满脑子都在想那一点契机在何处。这个冬至，别人都去热闹的长街游玩，只有我依旧酒楼打酒。这时，一些细小交谈声入耳。确认了吗？确认无误。好，可让我们好找。今晚我们就行动。无双剑法，他们的目标自然不用多说，除了江隐，再无他人。从几年前江隐第一次入秋风镇时，我就知道这小子绝对会带来麻烦。当晚，一行黑衣人夜袭于家，他们杀伐果断，夜巡的护卫基本还没发出声音，便被抹了脖子。瞧这架势，这是要屠戮于家满门。他们实力高超，清一色练附近，后天只有一人。一行人虽然动作干脆利落，但江隐也不是吃素的。夜色中，刀剑相击之声密集不断。房间内，于眠听得胆战心惊。新婚当晚，江隐喝完交杯酒后说出了一个秘密：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有仇家。他曾说过，若是哪天他们来了，就拿着压在枕头下的秘籍，只管跑。于眠翻出枕头下的一个布包裹，他抱起布包刚探头，就看见了不远处倒在废墟里的江隐。只见他全身上下可见剑痕不下10处。走！于眠哽咽，刚想转身，突然一股怪风袭来，使他摔倒，手中布包也摔在地上，从里面甩出一本无双剑法，以及一卷类似地图的发黄皮纸。这是天要亡你啊！有黑衣人弯腰拾起地上的功法，拍了拍上面的灰尘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眸光一转，一伙人目光阴火盯着江隐以及于眠。话还没说，呼的一声叹息响起。你说你们拿了无双剑法，目的达成就走呗。谁？出来！一群黑衣人警惕四望，可我根本不在这里，而是在隔着数条街区的另一个院子。既然不想走，那就别走了。话落，江隐瞪大眼眸，于眠也是如此。因为夜色里那仿若不可撼动的四位练符高手，忽地被一阵风给吹散了。次日，于家经历半个灭门危机，不过他们没有对外宣传，一切照旧。江隐包扎好伤口，伫立在院子内。夫君，无双剑法不见了。没事，一门剑法而已，不重要。江隐抬头，于眠不是习武之人，根本不知昨夜那一幕有多恐怖，就连他也只能如井底之蛙，抬头望月而已。前辈，我乃无双城少城主，家父及数位大将莫名失踪，剑法被人觊觎，才遭此大难，多谢前辈相救。这样的话，江隐在这院子内说了一整夜，不过却没得到任何回应。他们不再扩大家族势力，而是选择稳定起来。时间流逝，眨眼又是1年。第20神台城，这一年，路人甲回来了，他个子变得更高，境界也踏入了炼皮。独孤前辈，我回来了！独孤前辈，我终于成武林高手了！我要挑战他！独孤前辈，我想请你见证一下。挑战？你为什么要挑战他？因为我看清了自己，为我心中所失寻求一个结果。为心中所失寻求一个结果？你心中有什么失去？你说他不爱你，其实你也不爱他，你只是出身泥潭，把所有美好的幻想都归于他。在你眼里，他是圣洁的、完美的，但实际他只是凡人。你也只是凡人。这句话出来后，忽的院子内的桃树冒出了花苞。我想到了剑道，好像我也是把剑道看得极其高深，觉得异常深奥完美。但或许剑道没有那么不凡。路人甲来了又走，最终他没有去挑战，只是悄无声息的来，悄无声息的走。不过相比之前，他好像又明悟了一分。离去时腰间别着剑，越来越像一个剑客了。2年过去，我第22神台成了。终于，我走到了化神极限。系统界面突破选项那一行亮起，化神突破至合体，需要的经验是1024000。别看经验多，但实际也就是悟性带来的1天经验而已。我可以随时突破。22神台后，我血肉复原，再次变成帅小伙。关闭面板，我没有着急突破，而是看向院子里的参天桃树。哪怕到现在，桃树也没有开花。不过问题不大，我已经不再着急。这一年，江湖传言绝代绿剑仙邀约天竺佛于泰山一战，此战乃巅峰一战。对于阿爷挑战大光头，说实话不感兴趣，是不存在的。而且血肉复原了，秋风镇肯定是待不下去的。我看了看院子里的桃树，起身该走了。